大家好，我是于姐，今天给大家分享揉金芥正确做法。揉金芥是自古传到今，从小吃到大的一道硬菜，我们河南人人人都爱吃。每到这个季节，我们都会多囤一点。做好了以后，不用上锅，生吃3个月也不会坏。不管你在哪里打拼，都会带上家乡的味道。喜欢的家人们先点赞收藏起来吧。今天花了2块钱买了这2大把的金芥。我们这边的金芥现在是非常的便宜，大部分都卖1块钱1斤，又便宜又嫩。趁着又嫩又便宜，我们多买一点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地方的特色美食，特别的好吃，做一次可以吃3个月。我们首先呢，把金芥像这样把它嫩的给它掐掉，这个杆杆呢不要，是能掐动的，像这样的都可以要啊，像这样的都可以。摘好之后放入囊中。金芥有好多的地方都没有，在外地打拼的老乡们，有很多的人想吃老家的金芥都吃不上。要是想保存的时间长的话，老铁们就这样先给它洗干净，然后晾干水分，再摘，然后呢寄给外面打拼的老乡们或者是家人们吃，那样呢在路上它不容易坏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不用煮也不用炒，加点盐，做一次可以吃3个月。金芥摘好之后，给它放入清水中，用清水给它清洗2遍。一定要一次性的给它多洗几遍，给它洗干净，因为等一会儿就不洗了。再洗的话，见生水这金芥就不顶晃了。清洗干净之后，给它放入囊中，沥水备用。趁着金芥在沥水的时间，我们来剥几头大蒜。我们用大蒜尽量用辛辣一点的，这样的大蒜呢特别的够味儿。大蒜全部剥好之后，把它放在清水中，用清水给它清洗干净，随便给它清洗，给它放入囊中，然后给它放在阳台上晾干表面的水分，不然的话我们做出来金芥放不时间长就会坏掉。趁着大蒜沥水的时间，我们把金芥给它倒入盆中。这个时候呢，金芥已经水分也沥得差不多了，我们就用手就像这样进行给它揉搓。揉金芥的时候一定要戴上一次性的手套，因为这个金芥特别能染色，它会把你手染得绿绿的，好几天呢你就洗不掉。要是不在意的，也可以不戴手套，我们就用手就像这样进行给它揉搓。大家可能会问我，你说不能见生水，但是你这金芥上面有生水其实呢，大家不知道，我们这样揉出来以后不管是生水还是熟水，等一会儿这个水分全部都给它过滤掉。就像这样一直揉，所有的生水还有金芥里面含的多余的水分都会把它揉掉。我大约揉了1分钟左右，让大家看一下，里面的黑水都出来了，像这个程度就可以了。揉好了以后，千万不要再洗了，要是寄出给外边的家人们吃，就像这样子，随便的捏一捏，也不要捏得太干。然后用一个制粉袋给它装入，就像这样，用制粉袋给它装入，然后上面封住口，放入冰箱给它冷冻定型。在邮寄的时候放1块冰，一般走3天都没事儿。寄给外地的朋友吃，或者是在外面打拼的家人们吃就可以。但是呢，我们今天呢做的呢是腌的揉金芥蒜泥金芥，所以呢我们呢就随便给它捏一捏，像这样就可以。捏好之后放入盘中，
这个时候大家可能看得到吧，所有的里面的含的水分还有生水，这个荆芥里面的精华水全部都掉了，看看那么多，看着黑乎乎的，其实它一点都不脏哈。全部捏好之后，给它放入盘中。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蒜也已经晾干水分了，一点水分都没有。接下来我们把揉好的荆芥给它放在菜板上，然后用刀给它切碎。这个千万不要用打肉机打，因为呢打肉机打不碎，这已经揉软了，必须要用刀切哈，剁得越碎越好。剁碎一点呢，我们做好了以后啊，用它拌米饭或者是下凉面都很好吃哦。就做成这样就可以了。剁好之后，给它放入大碗中。接下来我们把大蒜给它切一切。大蒜呢，千万不要用刀拍，拍的话容易出水，做出来的它也不会脆。喜欢吃小米辣的也可以加点小米辣哈，然后再给它剁碎。剁碎一点腌出来的荆芥呢，好吃而不辣嘴，而且还脆脆的，还够味儿。就给它剁成这样子，比芝麻要大一点点，就像这样就可以了。蒜蓉做好以后，也给它倒和荆芥一起。我们这个呢是8两的荆芥，4两的大蒜，我们给它加了30克盐。记着，不管做什么咸菜，盐一定要咸一点，不然的话放不时间长哦。把盐给搅拌至融化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到您吃的时候，吃多少盛多少，然后呢再加上一点点的香油，喜欢吃辣的也可以浇一点点油泼辣子。假如你一次性要做的多的话，就用这玻璃瓶子给它装入，给它压紧装啊，然后拧紧盖子，放入冰箱保存，吃2、3个月没有问题。假如说你给它加紧以后，也可以给它寄入远在外面为你打拼的家人吃。像这样，我们再给它加一点点的香油，给它搅拌均匀，就可以端给家人享用了。不管是吃面条，还是就馒头，或者是拌凉面，都很好吃哦。有空你也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。我是于姐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